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下巴虽然不是面相中的五官之一，但依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面部区域。就整体面相来说，下巴如同一篇文章的结尾，不可或缺，更不可长得差。好的下巴面相能够影响到其人的福气，提升整个面相的外貌特征。但若是下巴面相不好，你的运势可能会遭受到很多挫折。那我们如何通过下巴了解一个人的运势如何呢？大佬接下来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。一、圆下巴。圆下巴的人面相上看起来都是比较有福气，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，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。这类面相的人温柔乐观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，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。此类型的面相如果是男人的话，那么他们对感情就会比较专一，而且事业也不错，是不错的婚姻对象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他们会相信爱情，一般婚恋运也不错，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。所以这种面相的女人在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。二、尖下巴。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一般都很机灵，有才华有个性，但是为人多疑。虽然事业不错，但感情却有些不利。他们对待感情三心二意，容易变心，也容易受伤。在婚姻上最好迟婚，以免早期不够成熟引起婚变。配偶宜选择阔下巴的人，性格互补，利于相处。同时尖下巴的人缺少一定的福气，如果面相中其他五官配合来说长得不好的话，晚年运就有可能会不好。所以要年轻时便提前预防。如果下巴不仅尖而且还长，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，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。而下巴不仅尖锐而且还歪斜的人，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，喜欢恩将仇报。如果碰到这样面相的人，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。三、下巴朝前。每个人的下巴都是微微朝前的，这是正常的面相。但是如果下巴过于朝前的面相，在平时行为当中就比较严格，处处占先，唯恐落人之后。做事积极努力，个性较强，在感情方面能够主动追求异性，并且有很强的占有欲，一生不知道退缩。四、肉下巴。这种下巴就是肉下巴，肉很多，但不一定会成双层。这类型的下巴从面相上来看是很有福气，而且晚运很好。五、双下巴的人。当一个人下巴丰满，上下看起来好像是两层，被人们称为双下巴。这种人无论男女，财运和子孙运势都很好，也意味着其人晚年运势特别有福。有的人虽然不是双下巴，但是下巴部位有凹陷，这种面相晚运也不错。六、下巴向左偏。每个人的下巴都是微微向左或者向右偏，这是正常的面相。但是有的人的下巴就是幅度较大的向左偏，这样的面相性格会很执着于自己的观点，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，一意孤行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喜欢拥有多位异性，感情生活丰富，但一生积蓄不多。七、下巴向右偏。下巴向右偏与脸部有一定的比例，以对面粗看而不觉的偏为正常。如果明显看出下巴向右偏的人，这样面相的人做事武断，不能与人合作做事，行为比较霸道。
并且会挑剔别人，而自己又做得不是很好，喜欢管人管闲事，身体呼吸器官会欠佳，追求异性会有所选择，并且善于使用手法，为人圆滑有辩解。8. 方下巴。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，做事干脆果断，有责任心，但脾气有点倔，缺乏一定的浪漫情趣。如果下巴四方形的女生会有些缺少温柔，所以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稍有麻烦。不过他们一旦遇到合适的，感情婚恋一般都能长久。在人际关系上，下巴棱角过于分明之人往往有些尖锐，会经常得罪人，所以虽然在事业上也是颇有冲动，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，遇挫后自救能力不强，所以一旦跌倒就很难东山再起。9. 宽下巴。宽下巴的人一般为人耿直，略微冲动，虽然执行能力很强，但缺乏一定的心计，容易被人利用。如果是宽下巴又很有肉的话，那么他们往往心地宽厚，为人良善，并且晚运会很好，是属于有福气的面相。10. 长下巴。长下巴的人一般为人正直，有耐心，很能坚持。他们看重感情，为人仗义，很受身边同事朋友的欢迎。这样的人不仅是长寿有福之相，也是良好的结婚对象。但在感情方面，他们很脆弱，如果遭遇背叛，受的伤害会很大。所以选择婚恋对象时，亦应该选择心态相对平和的人。11. 兜下巴。这种下巴比较宽厚，也是很有肉的，有点往下兜的感觉。有这种下巴的人，命运还是不错的，有福气，并且事业成功的几率很高。但是他们对待感情往往会不专一。12. 下巴后稍。一种面相是下巴后稍，即下巴并不小，但却是向后偏移，向脖子的方向后移。这样的面相考虑问题多与他人不合，有自己的见解，但并不一定正确，说话做事欠考虑，不会总结经验，对待爱情比较武断，不能平心静气去处理感情问题，往往偏于急躁，涵养力差，多数生女儿。身体方面膀胱经差。13. 下巴丰满。下巴丰满是指颚骨发达且有肉，骨肉看起来比较匀称，如果形状再能配合，则晚年能有优裕的生活，不仅会有大量的房产、土地等不动产，而且不错的部下运，比如子女孝贤、听话、福德丰厚。14. 无下巴。一个人没有下巴，是指从其侧面看起来，好像嘴巴下面就是喉咙，中间缺少了下巴。其实这种人也是不多见到的，但是如果具有此相，则说明其人胸无大志，更无城府，一生之中与世无争，只想能够得到温饱，别无他求。因此几乎不能从头到尾至始至终做成一件事情，终其一生难有成功，晚景物质生活恐怕不会很富足，而且这类人多半不能长寿。好的是这类人没有野心，也容易知足常乐，所以只要平日多修养身心，晚年生活获得安详也是轻而易举的。15. 下巴有痣。下巴有痣，很多人都认为是吉的，其实下巴的痣象并不好。下巴代表肾气与家庭，下巴有痣的人往往肾气不足，或者家庭不稳定，痣象的外形越大，影响就越大。下巴的痣象，人晚年生活不顺利，或者身体不好，或者子女不在身边，
生女儿多于儿子。16. 下巴有伤疤。一个人下巴部位如果有伤疤，可要小心了，因为从面相上来说，则意味着晚年会遭遇不幸。如果伤在下巴的左边，则灾难属于因为自己而引起，属于自作自受；如果伤在右边，则说明属于被动的、意料不到的灾难。17. 中间有窝的下巴。这种下巴就跟酒窝一样，有往里凹进去的一个窝，只不过位置是长在下巴上。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多情善感，感情很丰富，生活多姿多彩，而且很有艺术气质。在感情上，因为自己付出过多之故，总会太过在意别人的回报，容易因付出收获不均等而受伤害。18. 下巴露骨。下巴骨头突出的人意志坚强，特别能吃苦，但是如果腮骨都露出来了，这种人往往报复性很强，对待伤害自己的人往往很能下手。总的来说，下巴的形状不同，命运也各不相同。你的下巴命运如何呢？但大佬最后提醒大家，相不独论，下巴生的好坏只是影响你命运的一部分，具体命运如何，还得结合你的其他命理特征以及后天努力情况来看。希望大家如果仔细看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富豪，个个都长得其貌不扬，没有特别帅气或者出众的五官，甚至面相看起来还有些违和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事业风生水起，赚得钵满盆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佬通过观察他们的面相特征发现，这些人身上一般都有着7种富贵相。1. 龙头凤眼，后脑有玉枕骨。所谓的龙头指的是额头两侧部位高耸，如龙角一般。凤眼指的是眼睛长得细长有势，眼睛黑白分明，非常有神采。若是再加上后脑长有玉枕骨的话，此种面相在古代也称为宰相面相。这种男人大多出身较好，从小家庭条件就比较优越，而且思考力和执行力都非常的强，很得长辈和上司的欣赏和关注。凭借着自己的智慧，到中年时期能够获得很大的晋升空间，适合从政。如果妻子也从政的话，自己的官运会更旺。2. 天庭饱满，马脸龙目。所谓马脸指的是脸型长得较长，而龙目指的是眼睛炯炯有神。若是再加上额头部位长得饱满有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自控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头脑特别的理智，做事公正而稳重，不会轻易让别人抓住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善于交际，处事圆滑而严谨，有着很强的分辨力和判断力。如果从政的话，能够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善于积累人脉，而且贵人运旺盛，官运亨通，不论是商场还是官场都能吃得比较开。3. 额头高隆，眉如弓，眼睛圆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贵人运，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，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隆，眉毛弯曲如弓，眼睛长得较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智慧，但不算计人，明辨是非，有着很强的分析和判断力，不会受人蒙骗，处事也比较公正，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气，而且学业运非常好。这种人如果从政的话，表现非常突出，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，晋升的会比较快。4. 眉毛宽疏，额头高耸，嘴唇红润。眉毛宽疏的人一般心胸较宽，不喜欢计较。额头高耸的人大多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，处事灵活。嘴唇颜色红润的人一般气血充足，做事很有精力和干劲。如果三者皆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遇事沉着而冷静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
而且做事和做人都比较低调，也不喜欢挑事，为人有情有义，懂得感恩，在古代就是那种忠臣，特别适合从事武职，成就会更高。5. 额头有川字纹，耳垂厚，耳朵比脸白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长有川字纹，而且耳白于面，耳垂厚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从小出身不是很好，父母缘分较弱，很难得到父辈和家中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思想方面比较成熟老练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财运非常的旺。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给别人打工，都能获得非常不错的收入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在50岁左右也能达到事业的巅峰。6. 面如满月，眼睛深邃，嘴巴大且牙齿白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长得圆如满月，眼睛深邃而有神，且嘴巴较大，牙齿比较洁白的话，这种面相属于典型的福相，从小就比较容易受到父辈的疼爱和关照，而且很有思想，头脑也比较睿智，毅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从来不怕麻烦，懂得关心他人，尊重他人，所以人缘非常好，也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和尊重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容易遇到贵人提携，也深得领导的喜爱，进步非常快。7. 头发细且黑，眼角上扬，下巴方且有肉。头发又细又黑的人一般重情重义，心思非常的缜密，而眼角上扬的人一般城府比较深，不喜欢将自己的心事透露给别人，也不喜欢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外，封口非常的紧，懂得为他人保守秘密，也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，口碑和名声都比较不错。对待感情也非常专一和忠诚，往往能够娶到对自己事业帮助很大的另一半。这种人如果进官场的话，晋升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年龄越大，官运越好，中年以后容易成为领头的大人物。有以上7种面相特征的人，一般都是人中龙凤。相反，如果你没有以上这些特征，反而中了下面6种面相，那么一生都较为辛苦，难成大器。1. 头尖额窄。头尖指的是头顶较尖，额窄指的是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窄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胸和见识，头尖额窄的人大多心智不够成熟，思想非常的幼稚，考虑问题缺乏远见，而且心胸狭窄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还特别的虚荣，爱面子，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嫉妒心非常强，还特别的贪心，喜欢贪一些小便宜，对他人却非常的抠门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还容易得罪小人，一辈子庸庸碌碌，难成大器。2. 鼻小凹陷。鼻子在面相学中也称为财帛宫，主男人的事业，女人的夫运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小而凹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，说话做事都给人一种畏畏缩缩的感觉，缺乏气势，而且自信心不足，缺乏主见和魄力，遇到一点困难就会变得六神无主，定力比较差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和干扰，做事也比较的犹豫，难成大事，一生财运不好。3. 眉毛杂乱。正所谓眉乱则心乱，眉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情绪和人际关系，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兄弟宫，代表着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缘分。如果一个人眉毛长得杂乱无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思考，容易冲动，而且生性懒散，进取心不强，又不善于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，朋友很少，六亲缘分淡薄，遇到困难喜欢退缩和逃避，表面强势，内心脆弱，遇到困难时缺少贵人的相助，一生劳苦，财运却难有大的改善。4. 下巴短窄。
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质、责任心、坚持力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又短又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比较自私，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他人感受，贪图享乐，吃不了一点苦，做事容易半途而废，而且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，做事眼高手低，在事业上难有作为，晚年生活凄凉而贫穷。5. 脖子过长。脖子在面相学中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财运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过细过长，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不够协调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比较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争长论短，从来不会吃一点亏。只要有好处都想去插一杠子，责任却一点也不想担，遇到困难溜得比谁都快，属于典型的投资主义者。考虑问题只顾眼前利益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，天生劳碌命，缺少贵人助，一生辛苦，但生活却非常困难。6. 眼睛浑浊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和心灵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浑浊不堪的话，这种人的内心大多也缺乏纯良，比较浑浊，乱七八糟的想法比较多，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神采，做事也不能专心，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，做什么事情都难以长久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在事业上有些不思进取，生活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自律性，使得个人的精气神透支比较严重，还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，破财又招灾，一生不顺利。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尽管说从面相看没有负相、福相，但是面相在命理中只是一部分，因此需要综合其他方面，并为人向善，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己的财运，积聚财运。人的鼻子下面都会有一条纵而细长，介于鼻子与嘴巴的浅沟，也被我们俗称为人中。在面相当中，人中也是13部位之一。人中的形状不一样，长短深浅都预示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人中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儿女运等。那不同的人中面相运势如何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大家。由于人中在男人和女生身上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所以大佬分开为大家讲解。1. 男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男人人中长，运好，身体强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生命力强弱和生育力的高低。如果男人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旺盛，一生的运气较好，为长寿之相。而若是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生育力低下，缺乏子孙运，运气也不会太好，晚年孤独而困苦。2. 男人人中长了一粒火疙瘩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有火疙瘩的话，这种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上火所致。但若是长期一直存在，一直消除不掉的话，这种属于肉质，或者是长有黑痣的话，这是一种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在夫妻生活关系方面不够和谐，夫妻关系容易产生矛盾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为了子女一辈子操心劳神，辛苦不停。3. 男人上狭下宽的人中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上窄下宽的话，这种人中相属于典型的幸运之相。长有这种人中的男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不过也慢慢培养出了坚毅的个性和毅力，
做事坚持，性情也比较刚直，做事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敢做敢当，不惧怕失败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年龄越大运气越好，事业发展也会越顺利，能够惠及子孙，晚年大富大贵。4. 男人人中太宽的人。很可惜，命相学上说，如果男人的人中沟绪长得过宽过平的话，大多数的男人皆为如此。这种男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急躁，性格也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智慧和谋略，行事比较冲动鲁莽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，做事火急火燎的，容易把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搞砸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子孙缘分较浅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晚年很难享到子孙的福气。5. 男人人中有横纹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和脾气往往不太好，特别的任性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没有分寸，特别的伤人。而且人中有横纹也代表着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尤其是给女儿的关系比较僵持，操心不断。这条纹在相学中也称通奸纹，长有此纹的男人婚姻运往往不太好，结婚比较困难，即使成婚，婚姻也很难幸福。6. 男人人中部位不长胡须。人中不长胡须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人中无须。这种人大多自视非常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换个说法说，也特别的爱管闲事，无论做什么都有种精力不济的感觉，很难保持长久的坚持力。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决断，行动力不足，很难一块合作做生意，与父母关系不太好，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2. 女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人中身长宽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得身长而宽阔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肾气充足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比较强。俗话有云，人中长且宽，子女排成班。这种女人往往子女运比较好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善于教育子女，子女身体比较健康，而且长大也比较有出息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2. 人中窄窄一条缝隙。如果女人的人中窄细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细线和缝隙的话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肾气不足的体现。身体免疫力比较差，体质偏弱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子女缘分淡薄。相书中有云，人中一条线，有子也难见。这种人中的女人容易出现流产等现象，想要孩子的话比较困难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，智力和身体都不够好，学业运比较差。3. 人中一个小窝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看上去就像一个浅浅的小窝的话，这种人中的女人比上面讲的那种人中如一条细线的人会强一些，身体素质也会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，并不会好太多。俗话说，人中一个窝，有子也不多。这种女人的生育能力也偏低，即使有孩子也不会有太多。4. 人中有痣的女人面相。老话常讲，面无善痣，而人中属于人面部任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。如果女人的人中正中间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生育能力比较差。这种主要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人中浅窄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体质非常差，生育比较困难，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夫妻生活方面不太懂得克制。而另一种情况指的是人中身长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不过私生活方面却比较的放纵。5.
人中偏斜处有痣的女人面相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正中间微微偏斜的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对于婚后的生育能力影响不是很大。不过长有这颗痣的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爽朗和洒脱，为人心胸开阔，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而这颗痣如果长在人中正中的偏下方部位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不够专心和专一，婚后生活不太检点，严重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状况。6. 人中偏斜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长得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偏寒，而人中歪斜且弯曲的话，这种女性大多属于宫寒比较严重的体质，怀孕起来比较困难。人中偏斜的越严重，代表着身体患上疾患的几率和程度便更深，而且很难治愈，长期饱受病痛方面的折磨。这种女人年轻时对自我比较的放纵，对待男女之事方面也不懂得节制。其实任何的命相学都是供人们参考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现在人们的运势好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比如一个人的八字命理，一个人居住的屋宅风水、办公环境以及接触的人和事、流年的情况等等。只有综合分析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自身命运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运旺盛，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好的财运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面相确实可以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。有的人天生会赚钱，会存钱，有的人天生贫穷，还难有积蓄。那从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面相财运好，哪些面相财运差呢？大佬今天教大家通过面相了解财运。首先教大家5种了解自身财运好坏的方法。1. 看眉毛的聚散、浓淡和长短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、脾气和人际关系。一般来说，眉毛稀淡的人一般比较大方，虽然对金钱看得也比较重，但是更看重怎么去赚钱。缺乏理财意识和存钱意识，花钱时也不知道节省，聚财能力比较弱。而眉毛柔顺且长的人，大多性格非常的谨慎，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，花钱也比较的谨慎，聚财能力较强。而眉尾散乱的人，一般性格比较急躁和冲动，非常的不喜欢麻烦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，对于金钱看得不是很重，聚财能力比较差。2. 看眼睛的大小、眼皮的单双和眼珠的黑白比例。眼睛在相学中也称监察官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察力和心理活动。从眼睛的大小方面来分析的话，眼睛大的人一般心思单纯，待人也比较的真诚大方，守财意识较差一些。而眼睛小的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谨慎，也比较有心计，对周围的人也比较小气，守财观念较强。从单双眼皮的角度来分析的话，双眼皮的人爱花钱，单眼皮的人爱存钱。当然这不是绝对，但大多数如此。而眼白较多的人大多比较自私，对自己也比较好，花钱意识较重。而黑眼珠较多的人大多头脑聪明，考虑问题较为长远，存钱意识更强。3. 看鼻子和鼻孔的大小。鼻子在相学中也为财库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存钱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大但鼻孔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小气，凡事喜欢与人计较，对待周围的人也比较抠门，不大方。虽然存钱能力较强，但是财运不好，会有小财，但不会大富。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较小，但鼻孔较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比较豪爽，对人也非常大方，花钱起来也是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省。虽然存钱比较困难，但是也容易挣到大钱。
4. 看嘴巴的大小和嘴唇的薄厚。嘴巴也称出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钱财的进出能力。嘴唇的薄厚代表着一个人情感的薄厚。一般来说，嘴巴大的人财运较好，但是性格豪爽，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大方。花钱较多，守财能力较差一些，但是开拓能力比较强，挣的也多。而嘴巴较小的人一般做事缺乏魄力，相对比较节俭，守财能力较强一些。嘴唇较厚的人一般物质欲较强，比较守财，而嘴唇较薄的人一般好大喜功，贪慕虚荣，喜欢透支消费，存财能力较弱。5. 看痣的位置、大小和颜色。俗话说面无善痣，痣只要长在脸上，对人的整体健康和运势而言都是不好的。但是根据痣的位置、大小和颜色的不同，也可以分为吉痣和凶痣。一般来说，如果痣的个头较大且颜色灰淡的痣，大多皆为凶痣。长有凶痣对个人的财运都是不利的。而若是痣的颜色红润，个头比较小，或者痣上长毛的话，在相学中皆为吉痣，对一个人的财运和守财能力皆是有帮助的。至于位置，这个要具体分析。不过因为鼻子代表着财富运，一般来说，长在鼻翼、鼻头或是鼻梁部位的痣，大多皆是对财运不利的痣，是会导致命主破财的。上面教了大家一些了解财运好坏的具体方法，接下来大佬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富大贫的面相特征。1. 鼻直印起，富贵无比。鼻直印起指的是鼻梁挺直有力，印堂平满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，做事积极，非常有志向，做事也特别坚持，心胸宽阔，富有宽容之心。遇事喜欢思考，为人非常的有远见，格局也比较高，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去努力奋斗，不喜欢中途放弃，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，一生富贵无比。2. 脸型呈方正，聪明有主张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看上去呈正方形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国字脸。这种脸型的重要特征便是额头方阔，下巴平宽，腮骨微微凸起。长有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性格沉稳，头脑聪明，很有智慧，眼光非常的独到，而且很讲信用，做事有着很强的原则性，也非常的踏实，忠诚度特别高，坚持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完，很有主张，不会受到别人思绪的干扰，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成就。3. 翘嘴珠子会翻蓝，翻嘴唇薄两头船。所谓翘嘴珠，指的是嘴巴比较小，并且向前撅起。相书中有言，男怕水蛇腰，女怕撅嘴儿。如果女人长有小撅嘴的话，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女人大多不守信用，说话做事经常颠三倒四，心眼非常小，遇事喜欢斤斤计较，而且个性多变，有些反复无常，婚姻方面不太顺利。而嘴大无收指的是嘴唇薄，嘴巴合不拢。这种人为人比较自私，喜欢在背地里议论他人长短和是非，守不住秘密。4. 凹眼睛凸额头，生成不是好家伙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内凹，眉骨高凸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眼皮子上抬，为人非常的傲慢，也特别的势利眼，喜欢攀附权贵，但看不起比自己差的人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或朋友。凸额头指的是额头高凸，也称寿星头。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但是心高气傲，只喜欢索取，却不懂得付出，缺少感恩之心，做事喜欢一意孤行，经常出尔反尔，非常的难应付。5. 牙尖嘴利，一生不济。
所谓牙尖嘴利，指的是牙齿尖尖向前凸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龅牙。长有这种牙型的人，大多争斗之心较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缺少包容之心。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的苛刻，属于睚眦必报的类型，经常是得理不饶人，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留退路，而且特别的薄情和自私，嘴巴能言善辩，喜欢强词夺理，缺乏信义，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。6. 鼻子三弯，其人必坚。这里说的鼻子三弯，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鹰钩鼻。相书中讲到，鹰钩鼻子啄人心，这种鼻型的人特别的善于揣摩人心。相书中也有着钩鼻旁腮不可交的说法，意思是鹰钩鼻和腮骨外翻的人不能交往。鹰钩鼻的人大多自私自利，眼中只有利益，特别喜欢算计，为人冷漠而薄情，但是又特别善于伪装，喜欢在背后耍手段，属于典型的阴谋家，经常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为人特别奸诈和阴险。7. 额塌没交，父母早抛。额头在相学中也称火星，两侧额角位置也称父母宫，代表着父母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肩窄塌陷，发际线低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慧不高，做事缺乏心胸和远见，与父母的缘分较薄，命中容易克父母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这种人大多脾气不好，容易与父母之间发生矛盾和争吵。父母身体状况不佳，容易早夭。在强调下，即使你面相财运再好，你不努力，你没有选择适合你的方向，你的财就是摆设。而那些财运不好的面相，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也可以得到弥补，成为你成功的整个社会的趋势是以瘦为美，很多人为了追求美而改变原来的体相，却也破坏了自身的运势。其实人并不是越瘦运势越好，一般情况下，人身上这些部位越胖越好命，瘦了反而不聚财，一辈子劳心劳力，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艰苦。那么身上哪些部位宜胖不宜瘦呢？大佬接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。1. 腰圆背后，腰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背部代表着一个人承受财富的能力和责任担当。如果一个人，尤其是男人，长得腰圆而背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看上去体格健壮，身体素质较好，而且做事踏实认真，敢做敢当，自控控制力也比较强，做事很有原则，也很有规划，在事业方面容易取得一定的成就和发展，中年时可获得富贵。2. 下巴越胖越好。下巴在相学中也称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、财气和福气。下巴和两腮位置以丰满有肉为佳，下巴略微上翘为宜，这是一种福气的象征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格温和，有着很强的亲和力，而且特别的顾家，也非常的会照顾人，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持家有道，将家庭和丈夫一直摆在第一位的位置，花钱也很有规划，有着很强的蓄财能力。旺夫兴家，家中越来越富裕，晚年运极佳，夫贤子孝，晚年富有安乐。3. 鼻头越胖越好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人品，为女人的福星，而鼻头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。鼻正则心正，鼻歪则心歪。如果女人的鼻梁挺直，鼻头有肉的话，则心无毒。这种女人内心比较的正直和善良，处事态度端正，为人也很有主见和想法，学习能力比较强，做事干脆，有着自己的判断力，学习能力比较强，也懂得为他人着想，在事业上能够有一番成绩，而且也比较旺夫，能够给予丈夫的事业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，贵人运极佳，嫁得好，一生幸福。4. 脸大脸胖。老话常讲，脸大有福。如果一个人的脸盘大且有肉，但脸部的肉不下坠，
长得较为紧凑，脸部的颧骨、额头、腮骨和下巴骨不尖凸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，看上去很有亲和力，待人也比较的和善，心性特别的善良，富有包容心，而且心态乐观积极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人缘非常的好，一生有福又有财。5. 小腹有肉。小腹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藏财力，如果小腹微微有肉但不显肥胖，腰部游泳圈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从小运势就比较好，从小容易得到家人的帮助和关照，学业运和生活方面都比较好，不会吃什么苦头，而且心态积极乐观，身边贵人较多，遇到困难时身边总会有人出手相助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聚财又聚福，一生衣食无忧。6. 手掌越厚越好。民间有句俗语叫手掌厚能抓肉，手掌薄捞不着。如果手掌长得厚实肉多的话，在相学中代表着富贵之意。不过男人手掌厚要绵软，女人手掌厚要硬实一点。手掌厚而绵软的男人一般性格开朗，精力充沛，天生智慧较高，意志力较强，往往能成大事，一生富贵无忧，手里闲钱比较多。女人手掌厚而硬实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做事踏实，非常的能干，赚钱能力比较强。7. 卧蚕越厚越好。卧蚕即是眼睛下方的下眼睑位置，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和子女运势。卧蚕部位以饱满丰盈为佳，主福寿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比较健康，身体素质较好，为长寿之相，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大气温良，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和气，特别的好相处，人际关系比较好，而且自身也比较优秀，注重自身气质和内涵的提升，整个人也比较的优雅有才华，也很会教育子女，婚姻美满幸福，子女孝顺有出息。8. 臀部越扎实越旺夫。民间谚语有云，秸秆臀部大长腿，不受穷也是个短命鬼。臀部在体相中为人的靠山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蓄财力和福气。相书中有言，肥不可无臀，臀部以浑圆有肉，饱满有弹性为佳。这种女人一般性格爽朗而乐观，为人也比较的懂得知足，凡事都是以家人和家庭为重，做事稳重而踏实，而且心胸开阔，富有包容之心，为典型的贤妻良母，属于标准的旺夫相，生活美满幸福，一生好福气。9. 大腿圆胖。大腿圆而粗，腿上肉厚的人，表明后福无量，前途无量，一辈子有工资。他们费心跑腿，常常可以不操心不辛苦就贫贱不足。如许的人指导风仪极佳，善于掌权和指导，注定青云直上，财帛重千斤，特别是生肖属猪的人有望做老板。10. 脚板厚实。我们的脚是带我们走遍天下，所以不厚不行。脚是人体的阳气之源，所以绝对不能消瘦。脚趾消瘦无力，导致在事业上站不稳脚，还会招惹到小人的算计，所以容易漏财破财，不利于成就宏伟大业。如果一个人脚板宽厚，走到哪里都能富贵开花，财路娓娓道来，只要能够肯努力奋斗，必能闯出一片天地。11. 水型人越胖越有好运。五行水属的人，整个体型都呈现出圆噜噜的形状，即使是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也都呈现出圆的形状，比如说眼睛、嘴、鼻子，即使是手和脚也因为比较胖而显得厚实软和。水型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好，在做事时往往只要付出别人精力的一部分，便可以获得与别人同样的成就。如果能够遇上贵人，或者家里为其提供了发展的条件，则会如鱼得水，在年轻时便事业显赫。这种水型人天生不适合减肥，而且珠圆玉润一点，其运势会更加旺盛，一路走好。减肥只会减掉其旺盛的人生运势，从而使事业走下坡路。12. 金型人越胖越有福。金型人一般面型带方，兼饱满有肉，这一类人的身体
宜胖不宜瘦，一旦瘦下来，就容易造成面部不够饱满、不够四方。这种人一般都会有官运，而且在岗位上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，则日后容易成为一方的领导者。这种人如果太瘦，其面部棱角会太明显，则容易招惹是非，而且这种人一般都特别自信，因此也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自信而让别人认为自己过于自负，这对于自己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。大佬最后提醒大家，这里所说的胖并不包括肥肉，而是指整体看上去不违和、丰满为宜。若过于肥胖，不仅不利于自身健康，还可能导致自己短命。希望大家了解。面相、体相有什么不同？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仙骨，但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。仙骨在尾骨上方是非常重要的存在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存在。有仙骨的人脸型会偏大，眉毛浓密，五官都格外吸引人，脸部也比较突出，身体宽大而比例保持得非常好。有仙骨的人都是运势的宠儿，总会得到眷顾，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达到很多人羡慕的地步。今天大佬就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身上有仙骨的人面相和体相的特征。一、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浓密，财运亨通。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明显比身边人要浓密，他们性格外向，乐观开朗，每天都是充满阳光的，也善于去结交朋友。他们给人一种易于亲近的感觉，仿佛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。这也给他们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他们正财的收入并不算高，但偏财运势却非常好。每次都是朋友给一点信息，然后他们照着去做，很大可能赚到钱。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礼尚往来，一定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这里吃亏，所以每次也都不会亏待朋友，这也是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最大缘由。二、身上有仙骨的人脸部突出，健康指数高。身上有仙骨的人比较注重养生，他们对健康的投资力度非常大，也因此舍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他们清楚，只有身体好了，才能方便地做其他的事情。平时喜欢锻炼身体，也会注重饮食，最重要的是有着规律的作息时间，从来不会受到网络的诱惑，每天到了时间一定会休息，有非常好的习惯。他们相信劳逸结合，疲劳战术是做不成事情的，只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。在疾病和意外面前，他们也总是能够成功的脱离，每次都能和意外擦肩而过。三、身上有仙骨的人身体宽大，桃花旺盛。身上有仙骨的人一直是烂桃花的代名词，他们非常受到别人的喜欢，因此有很多崇拜他们的人，每天都会有异性的追求。他们性格非常好，幽默风趣，好接触，能力也很突出，从各方面说都是完美恋人一样的存在。有桃花是好事，但桃花运太过旺盛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，一定要好好筛选，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，也选择最合适的那个，不要在犹豫中浪费了很多机会，也不会因此就胡乱的选择，这是对自己对别人的严重不负责。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有仙骨就表示是神仙转世，那体现在男女身上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大佬为你具体讲解。一、神仙转世的男生面相。面相是我们见人的第一印象，它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。从面相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性格喜好和人生运程的变换。有的人甚至为了有个好面相，通过各种偏方甚至整容来调整，可见其重视程度。有的人生来面相就很好，一生过得顺心又发达，有别人几辈子都得不到的好运。那么这样的人面相有怎样的特征？下面就来说一说男神仙转世都有哪些面相特点。一、额头很高。
额头在脸部占比位置很大，从一个人的额头光亮和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运势。男子额头位置饱满、圆润且额堂高者，他们是很重感情的人，热情而认真，在青年时候受尽异性崇拜，桃花运很好。在婚后对自己的妻儿非常好，日后的婚姻生活也会很幸福。他们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的健康问题，虽然他们这是神仙面相，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，但容易使自己受病痛困扰，易得三高，因引起重视。2. 眉毛高扬较为浓密。眉毛浓密的男人很多，但若是眉毛整体向上扬起且较为浓密的，那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，这样的长相注定不同寻常。他们往往性格沉稳，做事情很有追求，可以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家人，喜欢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但这样的人也比较强势，他们决定了的事，很少有人能劝他们的改变。在和家人发生冲突时，不懂得退让，有很大的弊端。3. 眼睛修长且有神。眼睛是看一个人面相最为直观的地方。若一个男子眼睛修长而且很有神气，那是聪慧、洞悉事物敏锐的代表。这样的男人往往很狡猾，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，让周围人无法理解。但他们的事业还是爱情都很容易成功，好像在命理中有人帮助一般。总的来说，眼睛修长又有神，也有不少人说这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。如果碰到了，应该好好珍惜。4. 嘴唇饱满且长。神仙转世的男子嘴巴一般都较大，唇部饱满且外形清晰。他们这样的人士算是很有福气的人，生下来有上一辈人留下的丰厚家财，过得比别的孩子轻松。唇部丰满的男子通常性格很冷静，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但是不太善于表达。在工作后受领导赏识，一路升官进财。而且他们的长相很旺妻，两人只要配合得好，日后的生活会一帆风顺。2. 神仙转世的女生面相。很多人生来家里财富就很多，可以保他们一生过得衣食无忧，有着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，好像是神仙转世，一生都很顺遂，且会给周边人带来好运。他们这样的人做什么事运气都很好，天性友好，喜欢帮助他人。女神仙转世的面相特征： 1. 耳垂柔软且较厚。女生的耳垂柔软，外弓中正且又厚又大者，是财运很好的象征。他们这种人从小就很聪慧，受家人朋友喜爱，一直过得很快乐。在工作后勤恳地做事，行动力强，而且有自己的想法，事业线发展很好。要注意的是，在忙于自己工作的同时，不要忘了自己的感情问题。他们的情运是很好的，但要认真辨别是不是好桃花。他们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很不错，而且帮助他人，所以身边人也能跟着沾光，是神仙转世的面相。2. 鼻梁挺拔有光泽。鼻子是看一个人财运的关键，财富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，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。女子的鼻梁挺拔，而且周围没有杂纹。鼻尖有光泽是旺夫又招财的代表，但是要注意他们的鼻翼周围没有痣才好。这样的人特别是从商的，他们事业发展会比常人顺利，自己创业或是进公司上班有伯乐赏识，上升较快，并且能够帮助他们的丈夫家人出谋划策，是旺运招财的面相。3. 唇部饱满而红润。女子的唇形饱满有肉，而且色泽红润，是面相幸运的代表。
我们现在人都追求嘴巴长得小巧而薄软，这样的唇形较为好看。但其实相较之下，唇部丰满的人人生运程更为顺利。这里说的唇部丰满不单是嘴唇很厚，而是唇部中间饱满有肉，嘴型不大，但上下唇比例刚好，且呈红润状态。这种面相的女子感情线很好，自信且热情友好，她们很旺夫，对丈夫的事业大有帮助，和另一半非常恩爱，是享福的命数。4. 额头较宽且没有褶皱。额头很宽且光亮没有褶皱的女子，这是神仙转世的面相。这样的女子，她们性格很要强，对自己做什么事都是高要求，因此过得会很辛苦，但是受到众人敬仰，名声很好。他们的感情道路前期发展有些挫折，太过要强，受男人冷落。他们虽然结婚较晚，但婚后很是幸福，和丈夫配合的好日子越过越顺遂。总的来说，这是很好的面相，是女神仙转世的代表。如果一个人具备以上这些特征，同时还特别体弱多病，人生孤单的人，基本上就是神仙天人转世的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面相和这个人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分析。说到寿命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一个人一个命，有的人能活很长的时间，是个长寿老人，过了100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大有人在。当然也有一些人短命，寿命终止时间很短，这样的就属于英年早逝了。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很热议的一个话题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长命100岁的，而我们的面相和寿命也是有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人会更容易长寿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。1. 颧骨又高又大。颧骨这个名字很官方，若说是苹果肌，广大青年就知道了。颧骨是我们面部高起的部分，就是眼睛下方那里。颧骨高说明骨头的发育很好，骨骼坚硬，有助于长寿。有古书记载，颧骨是骨的根本，颧骨大，骨头就大；颧骨小，骨头就小。当然，颧骨大只是一种长寿的象征，具体还是要因人而异的。2. 喘息不稳则长寿。喘息不稳实际就是龟息，如同乌龟一样，听不到喘息的声音。龟息心境脉细平稳，有良好的心态，能够沉住气，心境好，灵时就不生气上火，体内五行运行流畅，小宇宙顺畅，气场强大，所以自然能感悟自然，顺势生发，能获得长寿。3. 齿坚密则长寿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牙齿排列的整齐，而且坚固不动摇，这样的人可以长寿。齿密则骨坚，骨头坚硬则髓满，一生血生筋，精血充盈则神足。而牙齿坚密能撕咬食物，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供应，能吃能喝需要一口好牙齿。4. 长脸三庭匀称。脸部要长，五官的三庭比例要匀称，额头至眉毛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子为中庭，鼻子以下为下庭。如果脸长，三庭比例平均者，属于长寿之人。三庭中如果中下两庭偏长，也属于长寿之命。若中庭短促或下庭短促，或中庭偏长上下短促者，均不属于长寿之命。5. 眼睛长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。眼睛也是富贵之所，眼睛相里好一分，运势就会好10分。好的相里离不开眼睛的美丽，眼睛就属于人的心。相里中的吉祥富贵之眼，首先就是眼睛要长。长眼者精亮有神，血气足，人的寿命离不开气血的运行，所以眼长者寿命也长。6.
目光有神。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。一个人的眼中之神是随着身体健康情况来发生变化的。所以若一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他的目光看着就有一股元气满满的活力，非常有神的，这样的人精神气很佳，给周围的人也会感染到元气满满的状态。这种人自然的所有事都会比较顺畅，长寿也是必然的。7. 寿眉，眉毛长。相术曰：藏精于骨，现精于眉。发者血之余，眉者血之苗，精之源。因此一个人的健康寿元从眉毛相里就能找出答案。眉毛长者精气神足，身体健康，是长寿的基础。若43岁至52岁左右，眉毛中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，属于寿眉，代表着精力旺盛，寿命长久。8. 鼻子长。鼻子为中岳松山，鼻子不长，五岳四合就不通。命里五行流通者富贵长寿，相里五岳四合贯通者命运亨通，福气厚重，福禄高寿之命。9. 耳朵长。耳朵代表肾脏肾精，耳朵高者肾高，耳朵低者肾低，耳朵大者肾大，耳朵小者肾小，耳朵尖者肾尖，耳朵软者肾弱，耳朵薄者肾虚，耳朵长者肾功能好，肾气足。肾乃先天之本，肾精足，身强体壮，寿命长。10. 耳大而红润。耳朵与人的肾脏关系密切，也是代表肾脏功能的重要指示窗。如果你的耳朵大而长，且轮廓分明，耳垂有厚厚的贴肉，肉色红润，那说明你的肾功能比较强劲，身体素质较好，比较容易长寿。11. 人中长。整个面相，人中始终代表着人的寿命长短。人中忌讳短促平曲，男命人中无须，忌讳没有棱角。人中并没有衡量长短的标准，不过人中的长短一定要结合整个面部来定。一般来说，人中必须要棱角分明而且深，正面可以看清楚人中的情况，长度偏长偏宽有肉都视为长寿之人。12. 双法令纹。法令纹是在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条纹路，若左右法令纹出现两条，则称为寿带，属于长寿的象征。13. 耳内有寿毛。人过40，耳内长出黑色的毛发，称之为寿毛，主长寿过百。耳内有黑痣者也代表长寿。相术论，长寿耳毫不如眉寿，寿眉不如相条，相条不如叶槽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上都属于长寿象征。14. 相条。向下双敌成一缕，此是人间寿星魄，说的就是相条。脖子有两条竖纹者皆是也。相条生出来不论岁数早晚，只要有相条均代表着长寿。15. 夜槽。人过60岁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称之为夜槽，白天流口水者为脾胃虚寒。相术曰，长寿者相条不如夜槽，可见夜槽被视为高寿的重要标准。一般情况下，以上特征能中3个以上的都比较长寿。如果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通过调整布局家居风水，也能提升自身的健康运，使自己更加长寿。大佬接下来教大家5种方法。1. 处理掉没用的东西，驱除负能量气场。父母年纪大了，一方面是出于爱惜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有恋旧心理，所以不喜欢处理老旧物品。天长日久，老人们住的屋子积累了很多东西，把屋子都快堆满了，有时候还会发出一些不舒服的气味，这样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利于老人健康。2. 给家里摆放一些生命力旺盛的绿植。生命力旺盛的绿植在改善居室环境的同时，也给父母增加了很多生机。
而且照顾修剪绿植，既可让父母怡情，还可让父母多些锻炼。绿植的生气是老人所需要的，也给老人增添了生命的乐趣。3. 用明亮灯光点亮父母心中的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的视力逐渐下降，经常有看不清楚东西的情形，所以不妨给父母换上亮度较高的灯，使父母的生活更方便，驱除心中的一些阴影，对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。4. 挑选更换床上用品、窗帘。父母卧室中的床上用品、窗帘有多久没有更换新的了？你留意过吗？为父母挑选色调淡雅、温馨的被单、床罩、窗帘，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父母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，不再追求奢华的感觉，更愿意安享晚年，沉稳宁静。朴素平和的色彩比较适合老人的心境，但难免有些温馨不足，所以用自己年轻的心态帮助父母装点他们的卧室，对父母会是很大的安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所选色彩最好是结合父母命里所喜，这样才会更有利父母的健康平安。5. 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装饰品，增强家中的正能量。心理调节对老人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，寓意吉祥的物品在风水上产生的积极作用，对父母的身心健康很有利。比方说松鹤延年、福如东海、事事如意、福禄万代等寓意健康、长寿、平安的书画装饰物，摆放在父母房间，一方面可以让父母感受到你的孝心，另一方面吉祥气场也有助于父母。当然，除了面相和风水会影响人的寿命外，如果想要长寿，还需要注意自身的心态。心态都非常好，容易满足，对一切都看得开，不把怨气埋在心里，这样的人自然活得长久。在我们的面相当中，天庭也被称作额头或者印堂，这是人的面相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毕竟经常听到一个人如果很倒霉，就会印堂发黑，所以如果天庭当中有富贵坑会如何呢？那么什么面相是天庭富贵坑？命运如何？哪些额相是天生的富贵命呢？下面就让大王来为你解答了。什么面相是天庭富贵坑？指的是额头中间的坑。古人云：天庭饱满多富贵，地阁方圆是贵人。天庭就是一个人的额头中央，这个位置在相术中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运势前程。天庭饱满的人是福禄双全的，印堂也非常明亮开，前途远大。不过天庭有坑的人也是富贵命，当然这里所说的富贵坑不是指额头地心，仅仅是一部分。这样的人非常聪明，财运也很好，尤其是偏财，似乎这样的人会更加的更优一些。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获取大量的资金，甚至有些时候都是来自于一些贵人的帮助而收获的经济方面的惊喜。所以钱财富足也称天庭富贵坑。天庭有富贵坑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财运旺盛。额头中间有富贵坑的人财运极好，他们的财运仿佛总是从天而降，总是能有不小的收获。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往往偏财运也比别人好，即便是什么也不做，也总能有意外之财。生来就不愁吃不愁穿，令人羡慕嫉妒恨，注定一生能高枕无忧，天生富贵。感情曲折，额头中间有富贵坑的人，在感情方面会经历较多的挫折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善于
容易导致另一方心于而力无所动，一味的主动总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。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，情绪是比较容易放弃的，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放弃，感情来得急促。虽说天庭有富贵坑是富贵命，也有一些错觉，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。额头有富贵坑的人，大多在事业上以努力，也是招财人，各方面的优势导致你成为小人的眼中钉，进而从中作梗。所以额头有富贵坑的人，事业上需要提防小人，以防落入小人陷阱。4. 机智聪明。天庭有富贵坑的人机智聪明，他们总是能凭借自己聪明灵活的大脑取得不错的成绩，令人羡慕。而且额头有富贵坑的人往往很懂得如何去讨人喜欢，他们的讨好既令人愉悦又不容易，所以他们通常人缘也很好，遇到困难也总是有人出手相助，这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。3. 其他富贵额头面相。1. 高额。男人富贵显德，女人事业好，婚姻不好。额头长得开阔，发际高而整齐，额头平滑高，日月角浮角，天际不会隆起，称之高额。高额的男人事业运好，一出永久；女人则事业一帆风顺，但好型额头。男人事业有成，女人强势。额头发际两旁一圆不圆，形成很满足的弧形。此型里的男人事业有成，女人比较强势，智慧多才。3. 尖凸额。男命事业稍坎坷，但也能有所成就；女命事业运强过丈夫，发际天中部位成为鹰嘴形，但比美人尖稍短。男命事业运波折，需多努力方可有成；女命不怕辛苦，行动力强，无论男女，外出离家创业都能发达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有痣，说明此人的天生富贵，属于有大富大贵之人。大家都知道，鼻梁上有痣之人，他们天生就是能聚财之人；额头上有痣，与之异曲同工之妙，属于天生能聚财之人。他们的发财机会比别人更多，事业发展更深，命中有贵人相助，属于最有富贵之人。一定要把这里的痣弄掉，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的财。命相学认为，广博秀眉，温柔之士，这种人天生属于富贵之人。天生是有富裕的身份的，他们就是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好的机会，事业发展格外顺利，人情丰富。天庭高额的人，他们就是富贵加身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一生必能发大财。这种人就是能靠着自己的智慧发财的种类，属于天生好福气之人。6. 额头圆润。在命相学认为，顶凸头圆，立柱明镜，神清骨秀，虚假诗行。额头圆润之人，他们的眼光最好，最有远见，属于人中龙凤族。这种人一生正能量充足，属于精力十足之人。他们的机会更多，事业方面发展将会有贵人相助，属于富贵命加身的好命相。
这种人一生最能聚财，最能得财，属于必能高发的才智。其额头伏羲骨。所谓伏羲骨，是指额头上出现一块凸起的骨头，当其日成伏羲，且覆盖整个额头时，称为长天伏羲骨，也叫方伏羲骨。有此面相的人，一生大富大贵，大富大盛，可享地方之福。其次也是将相之财，可官居上者。当伏羲骨呈长圆形，覆盖额头的三分之一面积，称为巨额伏羲骨。有此面相的人，比第一种上者，可是贵不可言，可操五群，尽道。当伏羲骨呈椭圆形，只覆盖额头中间部分，称为五库伏羲骨。贵气比前两种稍差，但也能够执掌权柄，富贵可期。伏羲纹。所谓伏羲纹，就是额头有3道尾纹向上的纹。但凡额头上有这种纹路，一生都不缺钱，长寿又富贵，也能得到正面的作用，当上这个大手。9. 十字纹。如果额头上有一个角角的纹路，就像一个大大的十字，这种称为十字纹。十字纹如果长在印堂的部位，的确不是善纹，也是幸运。但如果像口水珠一样长在额头的正中间，也是富贵发达的象征。是身子纹。额头有一个像身子，在小说中称为身子纹。这种纹路的人，在别人身上发达的财运，年纪轻轻就能为国，一生难完长寿。11. 日久丧气。额头的两侧代表日久和月久。日久丧气的人，一方面本身家庭条件不错，关系和谐；另一方面代表这样的人能财路顺畅。额头有3、4条纹，在额头的位置上也是长有3、4条痕的，并且呈现多样的形状。则这样的人性格积极乐观，做事有能力，干什么事情都能发大财，而且他们的能力出众，有责任心，有毅力，喜欢一条路坚持到底。最终，无论是干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会比较顺利，早晚会有非常不错的成就。常言道，额相定前程，额头的好坏注定一个人是不是能发达，会不会很有钱。那你的额相有以上这些富贵特征吗？想不到。以上内容只是给大家提供参考，具体还需要结合其他面相特征综合分析。印堂是指两眉之间的距离，在面相中，印堂又称为命宫，也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地方。人们通常观察印堂的形态纹路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起伏。那不同印堂面相的人又如何做到？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。印堂的不同象征。一、印堂悬针纹。所谓悬针纹，指的是印庭中间出现一道竖直而深刻的纹路，如针一般直插印堂，又名为斩子剑。拥有此纹的人，个性固执偏激，脾气易怒，做事冲动，不顾后果。他们独断专横，企图心极强，尤其体现在事业上。他们不怕失败，凡事决定了就会坚持到底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种刚直的性格也常常造就了他们获得成功。印堂有悬针纹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命硬之人。男人有话克妻克子，女人有的话
克夫克子。这类人到了中年会有破败不测之祸，需要小心防止。如果女人印堂有斩子剑，第一胎是男孩也站不住，大多数都是生女孩。如果说这样的女人真的生了男孩，那她上一世一定种了善因，但最终孩子也不会生活在她的身边，因为斩子剑就是代表儿子远离自己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可以佩戴旺子女姻缘的吉祥物，使婚姻幸福美满，促进家庭中的和谐。印堂双曲纹，印堂上有2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子纹，是典型的善纹。这次纹路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识变强，思想虽然保守，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人间十足。无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喜爱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，性子宁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；而有此纹路的女性，经常与老公们建议在丈夫面前态度要收敛，这样家庭方能幸福。3. 印堂川字纹，印堂处有3条竖纹的称为川字纹。这类人心地善良，有正义感，懂得知恩图报，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声誉，只是得失心较重，易固执己见，时而安详，时而暴躁，并且呼吸系统疾病，做事容易有失偏颇。男人印堂有川字纹是个富贵之相，这样的人会白手起家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但往往婚姻都不顺利，以夫妻不和，出言多歪。女子有川字纹的，性格刚毅，不容易包容别人，婚姻容易出问题，且易招来官司。4. 印堂镰刀纹，如果靠左边的眉毛近的有一条竖纹叫镰刀纹，有这样纹的男人要特别注意，性格刚直，应该改自己的脾气，否则你会因一时冲动而触犯。而且左边还代表父亲，会显克父亲，所以父亲身体会不好的举动。印堂有一团乱麻一样的杂毛，这样的人在30岁前后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在这几年流年正好反应，越是投资还是出行，都容易出现变故和杂毛，建议谨慎处事，少变动。不过如果你印堂有不佳的纹路，也不要着急。一来过了30岁，印堂的影响就会变小；二来如果没到30，可以采取一些人为的手段，将纹路减轻或去除，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运势。6. 印堂伤害纹，眉头上方单独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伤害纹，又叫牢狱纹。若在左眉头名为伤害纹，其人易遭受攻击，或身体患有风湿类的慢性疾病。如果在右眉头则称为牢狱纹，其人一生必有一次牢狱之灾，拘留一宿。7. 印堂悬针生角，悬针纹下面出现枝杈纹路，名为悬针生角，是一种降低悬针纹伤害程度。虽然同样6亲，但阻隔深厚，这种纹路适宜追求异地。8. 印堂八字，印堂有相似八字，这种人一辈子即使富得流油，仍旧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不已。他们也享受劳碌，一旦闲下来，反而会发生而且印堂处有八字纹的人善于思考，喜欢钻研学术，但心人际关系不佳，易生难主行气。9. 弯钩纹，印堂指纹上端出现折角
能够是典型的其人必定性格复杂，并且最大特点是性格乖张而极端，必引祸而伤身。10. 印堂井字纹。印堂有井字纹者，高官可达，在企业里往往能独当一面，是领导之才。如是女性，往往是克夫之相。若印堂处有交叉纹的人，男克妻，女克夫，一生劳碌辛苦。11. 印堂仰月纹。仰月纹就是在印堂处长着像一道弯月的纹。有此纹路的人生来就十分富裕，他们出身的环境好，因此能够从六亲中得到鼎力的支持，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。因此这种纹路的人最不愁没钱，一生福气2. 其他印堂面相算命。印堂凹陷，面相中认为饱满有肉的印堂是比较好的。印堂是福气聚集的地方，印堂饱满就说明这个人非常有福气。相反，如果人的印堂凹陷，就说明这个人福气不足。好的运气难以聚集，一生中运势都是不怎么顺畅的，多遇到阻碍。运势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导致他们的情绪难以走好，脾气暴躁，命运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。印堂过窄。印堂过窄的人，说明他们想问题喜欢钻牛角尖，时常会有比较极端的想法，事情难以想开。性格上就会是比较冲动的，情绪不稳定，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，这样的人很难开心起来，总是皱着眉头，更加不会有好的运气降临，一生孤苦贫寒，无一生病。3. 印堂有痣。印堂有痣，这本该是个好的面相，被称为双龙戏珠，但谁知因为这颗痣不是正圆形，或者是正黑色，所以为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波折。本该属于自己的功名，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。如果说生活对他们不算公平的话，其实想想，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少年得志是他们的梦想，那么得志以后却只顾自己往上爬，这样的成功恐怕也会有人听。4. 印堂有疤。印堂有疤的人事业发展不顺利，职场上的竞争很大，而这类人的竞争意识不高，容易在竞争中选择放弃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竞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宁愿在职场上做一条咸鱼，靠着职场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难的。这类人经常会为了找工作5. 印堂不平。印堂不平的人容易招惹小人，这类人喜欢高调过日子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也容易招惹小人的纠缠。这类人因为小人的纠缠而很难有好的发展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经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很难有发展。6. 印堂开阔明亮。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，又被称之为命宫，而通常的情况下，印堂的位置长得明亮开阔，看起来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心胸开阔之人，做事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比较强，日后一旦取得成功，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发展，而且他们的事业运势发展的会比较高，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7. 印堂平整。印堂平整干净，没有恶疤恶痣，也没有什么杂，宽度也是刚刚好的人，身体健康，智商情商都比较高，就是性格上也比一般的人要好，而且有此面相的人，工作或者事业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，一生运势较好，收获也是比别人多了好多倍。他们的好运算是自然来，贵人运还很旺盛。印堂饱满。
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外形饱满，首先象征的是其人头脑聪慧，擅长思考，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，是他们眼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聪明。这类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且运势出色，很少会在生活以及工作上遇到麻烦。其次，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能，有机会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。快结合大佬讲的这些，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。当然，项不独论，以上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仅供参考，建议结合其他特征综合分析才更为准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